美国猜测中俄领导人会谈内容，制造舆论，唯恐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根据计划，中国领导人将于3月20日开始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对全世界来说，通过这次访问以及领导人会谈，会体现中俄关系如何发展，以及中国未来在重大问题上将如何发挥作用，都是近期最值得关注的新闻。那么就在出访之际，中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媒体俄罗斯报以及俄新社网站上发表了题为“戳力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同时呢，普京也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俄罗斯和中国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两篇文章各自阐述了对合作前景以及国际问题的观点。双方领导人这两篇文章最大的共同之处是把双方的经贸、能源方面的合作放在首要位置。在谈到国际事务的时候呢，两篇文章存在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差异。普京的文章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谴责美国和集体西方还有北约，而中国领导人的文章则是以不点名的方式谴责了美国，比如说到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结合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文章，大家都知道这三个词儿就是美国的标签，以及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存在由某个国家说了算的国际秩序。这也是对美国以前曾经指责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一个回应。但是全文中除了对美国的谴责之外，并没有提到西方、北约这些词汇。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看出普京虽然在文章中表示理解中国对乌克兰问题所采取的平衡态度，但是仍然希望中国能够放弃中立，跟俄罗斯保持立场完全一致，形成一种实质性的同盟关系。而中国呢，则是在有意的避免给其他国家造成这种印象，坚持在俄罗斯跟欧洲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这样未来才能在俄乌问题上保留足够的腾挪空间。不过，中国保持的中立态度显然也引起了美国的不满意，所以中俄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发布联合声明的情况下，早在17日，美国就有人在制造舆论，臆测和杜撰中国的立场。比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约翰·科比17日在与记者的电话中就表示说，中国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的12点和平计划中，没有提到乌克兰的主权，也没有提到要求俄罗斯从备战领土撤军。因此，美方认为这是中国在认可俄罗斯以武力征服邻国领土的企图，并且呢，美方又一次提到了去年那句中俄合作无上限。而实际上，中国外交部在以往的表态中多次表示过，中国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秦刚外长前几天还刚刚说明，中国跟乌克兰的发展关系不受战争与冲突影响。而且呢，中国到现在也没有承认过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去年秦刚外长在美国担任大使的时候也说过，中俄合作无上限，但是有底线，只能是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之内的无上限，绝非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条件。所以中俄合作并非是危害了其他国家的主权。而美国这次可能是非常期待通过中俄领导会晤这件事儿，给欧洲制造一个不安全感，增加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感，尤其是要打击德国、法国不服美国管教，跟中国眉来眼去的行为。中国没有倾向，那么美国也要通过对中国观点的歪曲性解释，编出一个中国的倾向来。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未来几天各方围绕中俄领导会晤的反应，很可能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俄美这对冤家又会表现一次殊途同归。